在美国买房之前，先读完这一篇吐槽与攻略。很多朋友看到这篇文章，开始问我也想在美国买房子，该从哪里开始呢？在给出流程之前，我先泼一盆冷水。作为已经在这个坑里修行过的人，我的建议是不一定要买房子。为什么我不建议你盲目的买房子呢？学区不一定非要买，很多人为了孩子上学咬牙背债，但是在美国，只要你居住在那个学区，即便是租房，孩子同样可以享受当地的公立的教育。至于私立的学校，更是不看你的家庭住址。买了房子，睁眼就是钱。租房的时候马桶坏了，给房东打电话；买房以后，你就是那个房东。修房子的屋顶、剪草坪、通水管、维护篱笆、中央空调加氟，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是昂贵的人工费。房产税是年年都要交，年年涨得紧箍咒。不管你失业还是退休，只要房子还在，这笔开支就永远都在。如果看完这些，你还是决定一定要置业，那么请收下这份避坑版买房流程。美国买房科学的全流程，先别急着看房子，先找银行或者是贷款经纪人拿一份贷款的预批信，他会告诉你你买得起多少钱的房子。没有这张纸，卖家根本不会理你的报价。寻找你的战友并谈好报酬，找一个专业的经纪人帮你把关依然重要，但是现在你需要提前和他谈好服务费。现在的市场规则变了，卖家不再默认这笔服务费。你要看房子之前要搞清楚的是，如果卖家不掏钱，你需要付多少钱？这笔钱能不能从房价里面砍下来？看房子的时候，别只看房龄、学区和装修，还要看社区的环境是不是自然灾害的地点。比如德州就是要看看是不是洪水区。出价的时候，经纪人会根据周边最近成交价给你建议。一旦对方接受你的报价，你就进入合同阶段了。最关键的排雷，切记千万别省这几百块钱，去找专业的验房师。地基的裂缝、房顶的漏水有没有白蚁？如果查出大问题，这是你合规的毁约，拿回定金或者是要求卖家降价的最后机会。贷款审批与估价，银行会派人去给房子估值，如果估值低于你的成交价，你可能会需要补现金差额，或者是要求卖家降价。同时，银行会最终审批你的贷款申请。在律师或者是过户公司面前签一大堆字，交了首付，拿了钥匙，恭喜你，你正式的开启了房东修缮工人的生涯。关于 HOA， 有些社区有 HOA， 每个月交费不说，还要管你草坪有没有剪，栅栏颜色不对还会罚款。喜欢自由的朋友要谨慎选择，别把积蓄全部都砸进首付，预留应急金。买房后的第一个月，通常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开支，家具、除草机、管道维修等等。不要只看现在的地税，有些州在房屋买卖后会重新评估地税，你接手后的税率可能会比前房东的高出很多。投资房地产项目的坑数不胜数，但是还有一些规律可行的。当下房地产投资最大的风险就是经济下行的风险。如果房贷的利率迟迟降不下来，而且房租下降了，你投资的房子又是负的现金流，就可能拿不住房子了，然后被迫低价卖掉。只有稳定的租客和正向的现金流，才能保证你拿得住这个房子，等来下一波的上涨。必须确保有充足且持续的现金流来覆盖所有的支出，否则房子会迅速从资产变为沉重的负担。稳住现金流是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前提条件。我们的判断构架一向清晰，
中期看土地的稀缺性，短期看政策的红利。只有同时满足这些条件，房产才具备稳健的支撑。致力于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深度地应用于美国房地产领域，为购房者、买家、投资者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。